今天呢，我们是2个师傅刮这个外墙，最胖的小胖师傅，还有最瘦的这个泥工师傅。这些稻草泥呢是直接买过来，然后呢在这边混合，就可以直接刮外墙了。刮好了之后，整体的效果就像泥巴颜色一样的。滴水线的下方，我们是用白颜色的涂料直接这样子刮了一层，然后呢，底下的砖墙就是黄颜色的稻草泥，这样的一个颜色搭配。这个小小的木架子啊，用到了几块废料，然后钉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它的作用啊是非常大的，变成了一个移动的脚手架。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叫做滴水线，我们选择的是板栗色的瓷砖，沿着外围贴好了一圈。其实啊，这个起到一个防水的作用，然后呢，它又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小胖师傅啊，学什么都快。现在呢，粉刷的手艺也变得非常好了。基本上这栋房子的整个外墙稻草泥都是一个最轻的那个泥工师傅和小胖一起来完成的。很可惜啊，我们刚来改造这栋房子的时候，背后的这块空地啊没有谈下来。当时和主人家我们是谈过2次，价格谈不拢，比较贵啊，所以当时没有买下来。以前这边呢也是一个老宅基地，倒塌的房屋，砖墙结构依稀可见。现在呢都长满了杂草，还有竹林。小胖是笑得特别开心，每天都是如此啊，干的活就是满头大汗。他说啊，准备要减肥的，但是呢，我们房子快改造完了，好像他这个就瘦了16斤也不多，肥也减不下来。他说瘦了16斤，大家相信吗？170的体重，现在还有多少呢165啊？165了，那就是少了5斤，对不对？我们的院子旁边啊，很多这样的植物，结了很多籽。这些籽上面呢，还有很多刺，大家有认识的吗？叫做什么？等熟了之后啊，如果从它旁边经过，它会粘在人的衣服啊、裤子上面。还有这面幕墙啊，现在材料还没有买过来，确实很难做。我们想到的是直接用石膏板，然后呢把它做出来，然后也是同样的方法刮上稻草泥，让它整体都是一个颜色，就像这个样子的。以后远远的看过去呢，底部都是统一的，像砖结构的房子，然后呢上面是木房子，这样子呢可能会更好一些。要不然啊，这面墙确实是挺为难的。不知道怎么去做好。其实啊，我们刚来的时候，如果在这边用砖给它砌出来，然后整体一面砖墙过去，可能呢这面墙就会更好了。但是我们刚改造房子的时候呢，邻居他们也过来了，他们说这旁边呢要留一根路出来，然后可以进入后面的老宅基地。所以呢，我们整栋房子只能因地制宜啊，不能加建出来，没有办法。如果能加建出来大概几10公分，或者能加建到这边，我们甚至也可以做一个卫生间出来。但是啊，确实不能这个样子加建，我们呢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那这背后呢，已经是刮好了稻草泥，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黄颜色的，其实和上面的瓦片呢各方面还是比较协调的，可能因人而异吧，每个人喜欢的颜色不一样。大家可能会说，哎，白颜色也挺好看，黄颜色的可能也会说很好看，对不对啊？时间久，可能到时候整体的效果才会出来吧。然后呢，这层稻草泥在外面呢还要喷一层外墙油漆，它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这边下方大家还记得吧？以前我们砌砖的时候是留了很多通风孔的，然后呢，为了防止一些蚊虫和老鼠进入房子内部，我们是买了这样的不锈钢网，给它全部封起来了。只有这些小孔也可以通风的，但蚊虫和老鼠呢就没办法进入我们的房子里面了。每天我们在这边改造院子，村里面的老乡都过来看我们改造院子的一个过程。他们说啊，这样的一个外墙黄颜色的，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材料。我告诉他们说，这是稻草泥，就像我们农村的泥巴一样的。小胖师傅在这里呢上这层油漆，这边呢已经是上好了油漆，整个外面呢它是起到了一个防止雨水的作用，也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这还是比较好的。整栋房子我们这个外部的面积将近有160个平方左右，全部都是刮上了稻草泥，所要用到的材料还是非常多的，大概好几千块钱吧。感觉怎么样，小胖师傅？啊？舌很酸。舌很酸啊！这几天确实也辛苦了。我们整个稻草泥呢是大概花了3、4天时间才刮好，对不对？对。看现在就是用滚筒把这层乳白色的油漆呢给滚上去就行了。然后这上面的一个天沟外墙呢就不做处理了，就是这样子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当时改造这栋房子的时候，我们整个外墙呢是紧贴着我们的一个宅基地来建的，大概外面呢还有30公分左右是我们的宅基地。所以呢，这栋房子建好了之后，我们是不做排水沟的，但是这个位置呢，我们会做一个硬化，然后屋檐滴水是直接滴在这块位置，水呢是自己沿着滴的方向流出去的。其实改造房子啊和邻里之间处理关系是非常关键的，就像我们这个小小的一个改动嘛，也要经过和邻里之间相互去协商。我们事先就说好了，屋檐滴水滴下来之后，让它自己的顺着流出去就行了。所以这边呢以后是没有排水沟的。那整个房子现在所有的后院基本上就快已经完成了，以后呈现的效果呢，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再走到前院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啊，我们已经来到了前院，这边的稻草泥已经全部粉刷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外墙的稻草泥就是这样一个效果。然后呢，这底部我们就不刷了，底下呢准备用青砖来贴层的。这边呢是我们之前做好的一个排气孔，里面呢都是通风透气的。然后这边啊还有个盖檐，所以呢这底部就不刷稻草泥了。整体的效果大家觉得如何呢？和之前白墙又有什么区别呢？大家在评论区里面说一下你们的看法，好不好？那这期的视频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稻草泥的工作呢也算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持续的去改造另外的地方。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啊，还请记得点个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